近期，随着乌军苏24的战果愈发耀眼，俄军似乎越来越喜欢对乌军军用机场发起袭击了，甚至就连匕首高超音速导弹都用上了。但是打击效果好像并不明显。与此同时，乌军也开始加强自家空军的作战能力。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话不多说，咱们直接进入正题。根据近期乌媒体的报道，俄军依然在持续利用先进的巡航导弹、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乌境内发动大规模空袭。这些袭击的主要目标呢，就是那些能够起降苏24战斗轰炸机的乌空军基地。根据俄罗斯国防部披露的信息，俄军对乌空军基地的打击主要使用的是空机型 KH-101 和 KH-555 巡航导弹、海基型口径巡航导弹以及自杀式无人机等装备。其中呢，最近一次是在8月6号，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宣称，俄军在当地时间5号晚到6号凌晨使用海基和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，对乌军位于赫梅尔尼斯基州和罗夫诺州的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，主要目标呢依然是乌军的苏24。而俄军之所以这么做，就是因为乌军的苏24给俄军造成了很大的麻烦。目前乌空军呢，大约有10架经过了升级的苏24战斗轰炸机。这些战机呢，从乌西部空军基地起飞的话，携带风暴阴影或者斯卡普 EG 巡航导弹，有着极强的打击灵活性。近段时间呢，一直在打击俄军后方的重要军事设施，而俄军由于缺乏低空雷达等设备，根本没有能力拦截这2款导弹，因此只能试图打击这些可能部署有苏24的乌空军基地，希望借此摧毁这些战机或者削弱他们的作战能力。为此，俄军事专家托马斯·泰纳称，俄军已经向乌西部的军事基地发射了90%的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，其中呢，甚至还包括了匕首高超音速导弹。由此可见，俄军是有多么的恨苏24啊！而乌军为了确保这些苏24的安全，已经采取了诸多防范措施。比如说，乌军的苏24每24小时就要从一个基地调往另一个基地，因此来躲避俄军导弹的袭击。同时，乌军还会在机场附近部署包括爱国者和 IRIST 在内的先进防空系统。另外，早俄乌战争初期呢，乌军还会将那些已经非常老旧、无法飞行但是外壳完好的战机与其他战机停放在一处机场，以此来混淆俄军的情报侦察。也正是因为乌军的这些措施，使得俄军对乌机场的打击效果一直很差。就比如说俄军在6号的袭击，虽然俄军动用了大批先进导弹和无人机，但他们大部分都遭到了拦截。根据当时乌空军的报道，借助爱国者和 IRIST 的防空系统，乌军拦截了30枚巡航导弹和27架无人机。另外，就算是俄军的导弹命中机场，其实呢所造成的毁伤也并不大，因为现今想要完全摧毁一座军用机场，可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容易。在现代战争中，由于空军的重要性越来越大，因此现代的很多战争干脆就是围绕着制空权来进行的。其中最经典的例子呢，就是海湾战争、黎巴嫩战争等等。那么如何摧毁敌方的空中力量呢？关于这个问题啊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直接摧毁敌方的军用机场。没有了跑道，传统战机就无法起飞和降落，自然也就无法夺取制空权了。只不过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虽然说在大多数观念里面，打击敌方机场可以用巡航导弹或者子母弹这类武器，前者威力大，精准度高，可以精准地落到敌方跑道上。后者呢，在丢下去后会散开，形成大面积的打击区域，对机场跑道造成大面积破坏。但事实却是，这2款武器都不适合，因为它们对机场的破坏效果很有限。因为这是军用机场，所使用的跑道非常特殊，并非是由单纯的钢筋水泥建成，而是由碎石子和速干水泥构成的。在建设机场跑道的时候，会先将碎石子使劲压平，然后再往上面铺一层速干水泥。后者的硬度和韧性都非常高，前者则是具备很强的抗冲击波能力。在敌方使用巡航导弹打击机场跑道时呢，底部的碎石子能极大地消减爆炸产生的冲击波，进而缩小巡航导弹炸出的坑洞。如果敌方使用了子母弹进行打击，以子母弹的威力则只能对
跑道表皮的速干水泥造成一定的破坏，顶多是出现一些小坑。这些有限的破坏呢，在现代弹坑填补作业体系中非常好解决，无非就是用碎石子重新填补，之后用压路机一压，最后再铺一层速干水泥。如果动作够快的话，只需要半个小时就能修补完成。另外，现代战机所需的起飞距离其实并不长，在紧急情况下呢，甚至可以在不到500米的跑道上起飞，而传统跑道长度呢，一般是在2500到3000米，因此只要跑道整体不被破坏，在机场跑道被轰炸后，战机依旧有升空的能力。举例来说，在第4次中东战争期间，以色列空军曾密集地轰炸了埃及前线机场，但埃及空军很快就反应过来了，在机场已经被造成一定破坏的情况下紧急升空，半个小时后空战结束了。当埃及空军返航时，机场已经被修复一新了。讲到这里啊，可能会有人说，那我直接将巡航导弹数量拉满不就行了吗？确实，这个想法并不错，但你知道完全摧毁一座军用机场需要多少巡航导弹吗？这里啊，大兵以海湾战争为例，根据战后美军公布的资料，当时美军如果想摧毁伊拉克一座空军机场，至少需要出动20架 F-111轰炸机，连续投射80多枚激光制导导弹才有可能成功。如果是普通导弹，就需要284枚，而且必须是在短时间内完成的。大家不要认为这个数量很夸张啊，因为如果导弹数量不够多，就会发生以下情况。在2017年4月7号，美国2艘位于地中海的导弹驱逐舰向叙利亚发射了59枚巡航导弹，对叙利亚霍姆斯省的辛沙尔和希拉特2座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。期间，美军对这次行动进行了精心的规划。所有战斧巡航导弹从地中海发射以后，先是贴着海面往东北飞行，接着掉头往东南飞行，最后再往东飞行，转了90度的大弯，攻击了叙利亚的机场。同时，所有导弹都采用了弹道规划系统，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抵达叙利亚机场的，打击了预定目标。从导弹打击的过程来看，这确实是一次完美的行动。但根据叙利亚和俄罗斯的事后报道，期间呢，只有4名叙利亚士兵阵亡，2座空军基地受到了一定破坏，但并没有完全摧毁。叙军在几个小时以后就重新开始起降战机了。所以，想要完全破坏一座大型空军基地，仅靠着几十枚导弹的一次性打击远远不够，至少要翻个几倍，或者短时间内连续打击。只不过就算是这样，敌方依旧能够在打击过后，在数天之内就将机场跑道修好。毕竟呢，无非就是重新填一下碎石，再铺一遍速干水泥罢了。那么到底要怎么样才能长时间瘫痪敌方的空军机场呢？比较有效的办法有3种。其一，直接上核武器。这个办法最为简单粗暴，但限制也非常大。毕竟自从2战之后呢，就没有在战场上使用核武的例子了。直接用核武打击敌方的空军基地，无疑会打开某种潘多拉魔盒。不过它的效果也确实很明显。就比如说，美国曾经在内华达州核实验场试爆过一枚10万吨当量的原子弹，在地下引爆后炸出了一个直径420米、深上百米的大坑。当然，炸机场肯定不需要这么大当量了。一枚当量在几千吨的战术核武丢到敌方空军的机场跑道上后，就足以瘫痪这座机场了。其二呢，就是对敌方机场实施高强度连续性的轰炸。只要丢到敌方机场跑道上的炮弹够多，敌方战机就无法起飞和降落。比如说，使用远程火炮对机场实施火力覆盖，每天来个5-6轮，就能确保敌方工兵无法修复该机场。其三呢，则是对敌方空域实施封锁，在首轮打击之后，再派遣无人机在敌方机场上空进行高强度、长时间的巡航。一旦发现敌方工兵想要进行修复，就让无人机丢下几枚炸弹下去，这样呢，也能以较低的成本让敌方机场在一定时间内瘫痪。当然了，虽然效果很好，但这3种办法的限制也都很大。核武呢，大兵就不用多说了，俄罗斯不敢也不能用。第2种方法呢，比较简单一些，但前提是俄军火炮得能够到乌军机场。虽然俄军能够使用导弹打击，但火炮的射程可没有那么远，同时还要确保精准度够高。要是射程和精度都不足，俄军呢就只能将火炮挪到机场几十公里周围。但是呢，俄军能够够到乌军机场的同时，乌军火炮不也能够够到俄军了吗？
至于第3种办法，前提是需要俄军有着制空权，毕竟想让无人机在乌军机场上空飞来飞去，就得确保乌军失去所有的防空力量，这对于现今的俄军来说也不现实。因此留给俄军的办法，那就只剩下用远程导弹打击了。不过就算是这样，效果不大的措施呢，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乌军苏24的战斗力。于是为了解开这一状况，乌军打算将一些境内的公路改建成临时军用跑道。近期呢，根据德国媒体的报道，目前乌克兰正在加固国内的部分公路地段，以此让其能够起降己方战机，尤其是苏24战斗轰炸机，借此增强乌空军的打击灵活性，并抵消俄军对乌空军基地的连续远程打击。而乌军改建的这种跑道正式名称为战备跑道或者公路飞行跑道，它是以高速公路为基道，攻战时和特殊情况下飞机起降的预备跑道，与永备机场、野战机场、备用跑道共同构成了完整的军用机场网络。由于平时隐藏在高速公路中，应急情况下才会转入使用状态，因此该类跑道也有隐形机场的称谓。其实呢，这种战备跑道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有了，当时德国最早提出了在高速公路起降战机的设想。1944年，德国高速公路网受领任务，容纳从主要机场疏散而来的德军战机，证明了其当时已经具备较为成熟的飞机起降能力了。二战后，1967年，也就是第3次中东战争中，以色列空军在摧毁了埃及空军机场跑道数以百计的埃及战机，只能坐以待毙。这场战争呢，令世界各国充分认识到了战备跑道的重要性，自此掀起了修建战备跑道的热潮。美苏双方呢是不约而同的在战备跑道建设上投入了大量资金。期间呢，苏联率先提出了高速公路建造规划必须具有跑道部分，并且专门留出一些长直路段，以此满足战时飞机起降的需求。后来1980年，美国甚至众多北约国家在战备跑道上进行起降战机的实战演习，再次验证了战备跑道的战略价值。而战备跑道最大的好处呢，就是平战结合。高速公路由于铺设质量高，承载能力好，与机场跑道条件接近，能够在平时发挥普通交通作用，在战时呢迅速转变为飞机跑道，供战机起降。而且战备跑道是依托高速公路建设，只需要追加少量资金。要知道，一条高速公路跑道的建造经费只有规模相近的野战机场的1/3。同时，战备跑道平时作为公路使用，还能逐步收回投资。当然啊，也不是说随便一条高速公路都能充当战备跑道来用的，必须要具备以下条件。首先是足够直，因为在地面前进时，战机必须从平直的道路起飞，一旦道路弯度过大，就无法起飞，甚至会导致飞机侧翻。其次是足够长，战备跑道的长度至少要超过3000米。虽然部分战机呢仅需几百米的助跑就能起飞，但战备跑道依然要预留足够的长度，以防止起飞失败，跑道因堵塞而丧失效能。然后呢就是足够宽，因为大型战机的翼展大多都超过了12米，比如说苏24的翼展就高达17.6米，只有在6车道的道路才能通行。同时呢，除了战机以外，战备跑道有时还需要起降运输机和加油机等大型飞机，这就要求跑道全部地段进行硬化铺设，中间不设置固定绿化带，平时仅保留临时分隔。战时经过紧急的撤除和清扫后，就能成为飞机起降的平台。在这基础上呢，战备跑道周边还不能有高压线等固定的横跨设施，而且两端延长线必须留有足够的净空高度，不得有高塔、树木或者其他高大建筑。最重要的是，由于战机的重量非常大，普通地面根本承受不住，因此还需要对战备跑道的地基进行加固处理。混凝土厚度至少是常规的2倍，再加上喷气飞机尾部的高温足以融化地面，因此必须使用特殊的环氧沥青，确保路面不会出现变形等现象。以上呢都是乌军改建公路跑道时需要注意并且解决的问题，当然难度并不大。毕竟早在苏联时期，乌境内呢就存在战备跑道，需要做的只是对其进行一些修复罢了。
总结来说，面对现今只有10余架苏24的乌空军，俄军在风暴阴影和斯卡普意气的打击下就有些受不了了。那么未来随着 F-16以及越来越多的北约制导导弹的到来，俄罗斯又该如何应对呢？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，欢迎在评论区内留言讨论。如果视频中有出错的地方，也欢迎各位指正。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，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。